大家好，今天为大家揭秘儒家中庸之道的真正内涵。作者刘汝。中国的古书一般都开宗明义，中庸也不例外。因此，中庸头一章结论的部分，也就是最后2句话，就非常重要。它直接告诉我们，中是儒家认识到的天下必须遵循的根本法则，同时也告诉我们，达到中的办法就是和。此法一明，即可彻悟孔子所讲的君子和而不同。原文是这样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众结，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已焉。大家一看，可能觉得知乎者也的很难理解。其实那只是古人讲话跟今天不同而已，道理其实简单易懂。大意是说，喜怒哀乐等等这些人的情感还未表露出来时，就是处于中的状态。情感一旦宣泄出来，就要有所节制，尽可能往中的状态调节，这就是所谓的和。中是天下必须遵循的最大的根本法则，和是能让人达到中这个状态的办法。事物达到中和，天地必然各安其位，次序井然，阴阳调和，自然孕育万物，生机勃勃。这里以人的喜怒哀乐作为例子，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中这个制约万事万物的标准是怎样的状态和表现，并非只有人的情感才表现出中的存在。儒家其实是道家在人这个层次的学问，因此大家可以把中看成道家讲的道在人世间所体现的状态，也就是道在人中的体现。我们将它理解为人能感觉到的道，于是儒家取名为中。说白了，这里是告诉我们处理事情的一个非常实用的办法，就是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情，都要记住，天下万事万物都被中这个根本的法则或者标准所制约，偏离它就会渐渐出问题，偏离越远，问题越大。所以心中时时记住它，就知道在问题出现后如何解决。那就是一旦偏离，就以中的状态为目标进行归正，这个过程就叫和。而天地间最大的和，就是阴阳调和，中医治病就是此理最典型的运用。它无论用什么办法，为的就是调和人体的阴阳，使之达到中的平衡状态，即阴阳平衡，自然病就好了。而人体，道家说人体是个小宇宙，所以大到天地，小到人体自身，都是这个道理。人世间万事万物都不可偏离中的轨道，偏离的过程就是渐渐出问题的过程。这是举出我们能看到的自然现象来阐述此理，这样比较好理解。我们一般知道，对中庸最普遍的理解就是不走极端，因为过犹不及，不足和过度都会使得事物走向失衡状态，倒向一边就会出问题。所以中这个轨道是不能变的。正所谓中不偏，庸不易，易变更的意思。中庸的庸与用同音，因此也被人理解为实用之道，用中之法，是可以具体实践和掌握的实用的智慧。只有懂得中庸之道的内涵，我们才能明白孔子讲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有多种理解，我们仅举一例。比如君子讲以道德教化百姓，但会根据不同的人行之有度地做，不给人超出限度的压力。他们会考虑时代、身份、年龄、民族文化背景、环境等现实条件和不同人的理解能力来做，此为中和的实践，使自己与受教化的人达到一个中的平衡点，让人易于接受，感到亲切自然。这时候就是处于和善，也就是真善的状态，自然道德教化行之有效，不会轻易走向失败。展现出来的状态就是不教条、不挑选，今天人们把它叫做因材施教和有教无类。孔子一生倡导仁义，是围绕君子和而不同的中庸之道在实践的，能与不同的人维持和睦协调的关系。因此君子平时与人相处，不会要求别人与自己一样，尊重理解别人的同时，也会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境界和做人的标准，也就是不会混同于他人，随波逐流，有着包容、大度与智慧的风范。那么小人的做法则刚好相反，他们同而不和，是反中庸的，时时事事要求对方顺同自己的心愿，跟自己一样，否则就怨恨、排斥，绝对无法容忍别人有不同的做法和看法。展现给人的就是不和，就是矛盾，就是不善。因此古人讲和善，和善不和的人就不会善待别人。
好走极端，心胸狭窄，没有尊重、理解与包容之心，必然偏离正轨，背离中道，使得人生事业皆走向极端的绝境，导致失败。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当然就有了参照，不会再去做小人了。所以说，孔子深谙中庸之道，不懂此道，也就不懂孔子的学问。此理虽然简单，但在生活中具体碰到各种不同领域的问题时，具体运用起来就千变万化了。我们中国的古代先贤在人生难题面前不断提出疑问，反复实践和运用，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使得中庸成为一门行之有效且变化无穷、学无止境的学问。最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并分享推荐给朋友啊！